第136章破解封印。凉爽的山洞之内，女人将长剑贴在少年喉咙之上，情景诡异而危险。喉咙上传来的冰凉之感，让得萧炎浑身泛起了细小的疙瘩，缓缓地抬起手，似是澄清般的苦笑道：“我可没有对你做那事。”闻言，云芝冰寒的俏脸上泛上一抹晕红，心中狠狠地想到：你的确没做那事，可你所做的与那事能有什么区别？美眸闪烁着，然而云之玉手中的长剑却并未有丝毫的移动，目光微动，却是忽然瞟见萧炎脸庞上那有些通红的巴掌印，显然这便是刚才山洞中响亮巴掌声的传出之地。盯着那有些滑稽的巴掌手印，云之冰寒的目光中微微柔和了一点，良久之后发出一声颓丧的叹声，无力地收回长剑，对着山洞内部走去，在与萧炎擦肩而过时，淡淡的道：“今天的事我们都当作没有发生吧，不然传出去对你没什么好处。”立在原地望着云芝那曼妙迷人的曲线背影，萧炎闭着眼吐了一口气，嘴角溢出一抹无奈的苦涩。的确，这种事本该忘记，以他的身份比起来，自己的确是犹如那坐在井中的蛤蟆，虽然因为天鹅的落难侥幸的一清方泽，不过当天鹅回复之后，浩瀚的天空才是他的归属，而蛤蟆却依然只能蹲在井中仰望着天空。斗皇，那是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或许萧炎能够有机会踏过，不过至少不是现在。而且这位骄傲的高贵女人也不可能会相信一名仅仅斗者实力的少年能够踏上那个层次，即使他的天赋不弱，可这并不是成为斗皇强者的必然条件。春梦了无痕啊，低声摇了摇头，萧炎也是缓缓走进山洞中，望着那冷淡的脸颊，闭眼溶解封印的云芝，耸了耸肩，也是在一旁坐下，闭目修炼着斗气。随着两人的沉默，山洞内陷入了寂静而尴尬的气氛。经过今天的这事后，两人似乎再难以回到以前那般融洽的地步。沉默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晌午，萧炎趁这段时间又出去打了几条鱼回来，蹲在火堆旁，心不在焉地翻滚着木棍，心头忽然有所察觉地抬起头，却是与一双灵动的美眸对视在了一起。两双目光略一对视，旋即便是佯装若无其事地转移了开去。再次翻滚了一下烤鱼，萧炎从中取出一条，对着云芝递去：“你吃吧，我不饿。”垂下眼睑，云芝轻声道，然而话语刚落，却是感觉到小腹微微缩了缩，不过他倒也是倔强，闭目懒得理会肚子的抗议。“放心吧，那瓶东西我已经丢了。”望着不肯接的云芝，萧炎只得笑着说了一个很冷的笑话。睁开眼来，云芝紧闭着小嘴，抬起脸，却是见到那站在火堆旁一脸和煦笑容的少年，眼眸中闪过一抹柔软。不可否认，萧炎清秀的面貌配合着他的年纪，看上去颇为显得人畜无害。盯着烤鱼，云芝这才回想起，其实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自己烤的鱼所惹起，面前的少年却不过是遭受了无妄之灾，虽然这种无妄之灾只要是个男人都会抢着来受。轻叹了一口气，云芝终于伸手接过面前的烤鱼，小嘴微张，刚欲触上，一旁的少年却是忽然出声道：“有些烫，小心点吧。”听着萧炎的话，云芝不由得一愣，旋即白了他一眼，道：“你见过哪个斗皇强者会在乎这点温度？”尴尬地笑了笑，萧炎也是抓起烤鱼，狼吞虎咽了起来，细嚼慢咽地撕下鱼肉送进小嘴中。或许是先前萧炎那句无厘头的关心话语，让得云芝放松了一下心情，咽下食物，轻声道：“明天我应该便能破解封印了。”大口嚼动的嘴猛然一滞，萧炎一口将嘴中的东西吞下去，轻叹了一口气。不知为何，他总是有种感觉，等云芝再次成为一名斗皇强者之后，两者间这有些旖旎的关系便将会宣告破碎。日后他依然是高高在上的斗皇强者，而自己也依然只是一个还在为成为斗师而苦苦奋斗的蝼蚁，两者或许将再难以有所交集。想到这里，萧炎便是察觉到香喷喷的烤鱼有些索然无味了起来，三下两口将烤鱼吃得精光，含糊的道：“是吗？那恭喜了，恢复了实力，我便会再去找紫金翼狮王。”似是没有察觉到萧炎的情绪，
云芝自顾自地说道：“我倒是希望你继续被他封印了。”埋头啃鱼的萧炎忽然飙出了一句话来。闻言，云芝柳眉顿时一竖，手中的烤鱼对着萧炎怒砸而去，嗔道：“乌鸦嘴，说什么呢？”反手接住飞来的烤鱼，萧炎望着上面那细小的牙印，咧嘴一笑，当捧着宝贝一般，慢吞吞地啃了起来。瞧得萧炎拿着自己吃过的鱼，不断地上下翻啃，云芝俏脸上涌上淡淡的嫣红，清脆了一句：“吃吧，撑死你算了。”将烤鱼解决的精光，萧炎打了个饱嗝，偏头问道：“虽然或许只是废话，不过还是问一句，需要我帮点什么吗？”听着萧炎这话，云芝略微沉吟，竟然是微微点了点头，目光扫着萧炎那错愕的神色，轻声道：“紫灵晶一般会被放在紫金翼狮王的山洞之中，我上次本来便是打算潜行进去，可最后被他所发觉，等明日恢复实力后，我会再次引开紫金翼狮王。至于你，我想请你进入紫金翼狮王的山洞内，帮我寻找到紫灵晶。帮你倒没问题，不过我仅仅是一名斗者，虽然说出来有些丢脸，不过在这魔兽山脉内部，随便出来一头3阶魔兽就能轻易的解决我。”摊了摊手，萧炎苦笑道：“这你无需担心，明日等我破解封印，我会使用秘法，让你在短时间内获得一些力量，依靠着这些力量，你应该能够进入山洞内部，毕竟在紫金翼狮王的山洞内，很少有别的魔兽敢进入。”云芝说道。萧炎微微点了点头：“你把这块水晶佩戴在身上，只要接近了紫灵晶，它便会发热，你只要依靠着热度的高低便能找到。”从手指上的一枚碧绿的纳戒中取出一小块菱形水晶，将之递向萧炎。云芝微笑道：“接过菱形水晶，萧炎将之挂在脖子上，抬起脸笑道：‘我会尽力。’”望着萧炎的笑容，云芝微微点头。将这些说完之后，两人似乎又没有了话题，当下气氛再度沉默。“你休息吧，我还要修炼一会。”打破了沉默，萧炎冲着云芝笑了笑，然后在一旁的石台上盘腿坐下，闭目进入了修炼状态。坐在石床上，云芝盯着少年那清秀的脸，良久之后轻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躺了下去，嘴中轻声呢喃道：“睡吧，明天起来就什么都忘了。”随着石洞内的缓缓寂静，许久之后，闭目修炼的萧炎却是睁开了双眼，偏过头望着石床上犹如睡美人般的云芝，缓缓走下石台，来到石床之旁，目光在那优雅迷人的曲线上扫过，最后停留在那张微蹙着柳眉的美丽脸颊之上。目光紧紧地盯着这张或许以后都不能如此直视的俏脸。片刻后，萧炎从那戒中取出一套大黑袍，轻轻地铺盖在云芝的身体上，这才转过身来，背负着巨大的玄重尺，对着山洞之外行去。夜晚是魔兽出没的高峰期，所以他可必须随时保持着警戒。在萧炎转身之时，闭目沉睡的云芝忽然睁开了双眸，静静地望着那背着怪异黑色锯齿，缓缓消失在山洞之外黑暗中的背影，玉手抚摸着身上覆盖的黑袍，宁静的心境被莫名地荡起了圈圈涟漪。山洞之内，一声轻叹缓缓消逝。当温暖的晨曦照在沉睡的萧炎身上时，他有些睡眼朦胧地睁开了双眼。在睁眼的刹那，萧炎忽然猛地回转过头。在山洞内部的石床之上，云芝盘坐着，奇异的长剑被平放在双腿处。今天的她换上了一套雪白的素裙，头顶上那本来有些慵懒的凤凰发饰再次被聚拢，散发着淡淡的高贵。美丽的脸颊淡然优雅，前几日那股隐隐的柔弱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似是察觉到萧炎的醒来，云芝双眸也是微微睁开，美眸扫向萧炎，淡淡的道：“醒了。”依稀是以前的清脆声音，不过此次却是带上了一些清冷平淡的语气，犹如陌生人间的对话。目光在云芝身上扫过，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偏头道：“封印破解了。”淡淡的点了点头。云芝身形微动，再次出现时，竟然便直接站在了萧炎面前，美眸下移，盯着少年的面孔道：“走吧，出去后我帮你暂时性的提升力量。”说完，他便是率先转身对着山洞外行去，优雅的莲步，美丽迷人。
抬头望着那即将出动的美人背影，萧炎忽然道：“我还是喜欢前几日的云芝，现在的你，我不太喜欢。”山洞门口，美丽的背影微微一僵，顿在原地片刻后，方才再次举步走出。